好，在我们看完这个配置的命令以外以后，那么除了这个sysname 和这个系统日志系统时间，那么后边呢我们会逐步的去接触到我们所需要的一些配置。注意，配置命令是非常多的我之前也说过，我们之前在讲这个配置命令或者讲这个帮助的时候也说过，几万条命令谁都记不住的我们用到什么记住什么就可以了。常用的我们肯定能记得住比如说这个信息查询。那么当你做完任何的配置以后，那么事实上我们都得看看这个东西对不对吧？我们也要看看这个系统的一些相应的信息都是什么。那么在华为的设备上，所有的显示查询信息的这么一个命令都是以 display 开头都是以 display 开头，显示嘛我们显示器嘛，对吧？ display 所以说呢这个东西以 display 开头，然后后面跟上不同的参数或者说跟上不同的选项，我们来完成什么呢？我们来完成这个不同的这个信息的这个浏览不同的信息的浏览。比如说 display version 我们可以看到系统的版本， display users 可以看到现在谁连接在我的终端上谁连接在我这个设备上。display this 这条命令非常有意思，它可以查看什么呢？当前视图或者叫做当前模式下的你的配置命令，就是你配置过什么它就会显示什么。最后还有一个 display 诊断信息，这个 display 诊断信息这个东西一般的情况下不用一般的情况下不用，什么时候用呢？这个东西是在你的设备出现了极其严重的故障，一般的现场工程师处理不了的情况下，现场工程师会将这个信息 display 把它做出来，做出来以后把它显示出来以后，会把这个东西把这个所有的信息发给华为的研发部门，或者说发给华为厂商的一些部门，由他们来判断你这个设备信息。这里面有一大部分信息其实我们平时是看不到，或者说我们平时看了也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有的时候是一些内存的寄存器值有的是一些什么东西，这个只有厂商的研发他们对自己的设备非常熟，他们才能看得到。好，我们来看看前面几条命令我们来看这条命令都可以干什么。首先第一条命令 display version。 好，在用户模式下我们其实就可以完成所有的 display 操作，当然在其他的任何一个模式下都可以完成 display 的操作display 这条命令没有模式限定，在哪儿都可以用。好，我们来看 display display 的简写呢应该是 dis 就可以了。那你看我们打一个 dis 然后打问号，它就可以告诉我这是一个唯一的命令了。但是一般呢我个人习惯打到 disp 当然了打全是最保险的 display version。 然后我们来看这条命令 display version， 这是一个华为的 VRP 系统，版本号 5.130 5.130就是 5.13这个我们之前在介绍这个 VRP 的系统版本的时候说1点几3点几5点几现在我们用到 5.13， 然后告诉你这是一个 AR2200， 后边的这个值是它的系统版本的一个小的编号，内部编号。然后下边这一段是你的简单的一部分硬件信息，比如说你的 PCB 板就是你的这个主板是什么样的主板的编号是什么，然后这个启动了多长时间，对吧？30分钟了启动了多长时间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虚拟设备。那么如果是真实的设备呢，这个地方会显示的更多就是把你的一些主板主引擎等等一些这个信息都帮你显示出来。好，这是第一个命令 display version。 那么我们看看交换机和路由器有什么不一样吗？好，注意看，我现在交换机这儿我还是处于这个系统模式呢。display version， 看交换机显得就相当少了，对吧？它是 5.11 的一个版本，然后告诉你这是一台570028CHI 这是一个模拟型号嘛，它模拟的是570028CHI 这么一个型号，然后启动了多长时间？很明显，路由器和交换机它们输出是不一样的，不同的设备对于 display 的 version 的输出是不一样的，这个要根据每台设备自己来定。第二个命令 display users。 好，我们来看 display user不是 user group， 是 display users。
回车。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在这儿有这么一个东西，这是什么呢 ？User Interface 啊，这个是用户接口，后面我们会谈到 CON0，就是说这是 console 口啊，这是 console 口 ，console 的简写 CON， 然后加号在哪儿，就说明你当前的这个就是你现在操作的这个用户连接在了哪个口上面去啊？是我当前是用 console 口来进行管理连接的，然后后边呢，这个是如果你用 Telnet 连接，后面会有 IP 地址啊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好，这个是 Display Users， 还有一个 Display This， 我们来看看 Display This 里面都会有什么。在 R1 上面 Display This 回车啊，你会发现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呢？啊，其实很简单，因为我现在在用户模式下，我们说用户模式是极有限的配置命令，那个配置时钟的那个命令啊，不会在这儿记录下来的。因为如果它要记录下来的话，你想想，你要把配置文件一保存，它以后每次启动都是那个时间，也是出问题的。所以那个命令不被记录，它就不会在这儿有显示。啊，你就看到的是，哎，没有任何的配置命令。但是你看，在这个 Switch 1上面，啊，或者说我们进到这个 System View 这个模式下去，进入到这个系统模式下，我们再来敲这条命令 Display This， 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好多了。那么其实下面这些东西啊，我们没配置过，是系统自动帮我们产生的，这个你不用管它。上面这个 sysname R01， 这个可是刚才我们在讲配置的时候讲过的一条命令啊。我们不是说配一个主机名吗？这是我们配置过的，所以说这条命令会显示在这儿，啊，就是当前模式下的配置命令。这条命令呢，比其他厂商的设备啊是要有一些优势的，啊，是好用的。好，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啊 ，Display This 啊，第三个了 ，Display This。当然，你说我想看到这个设备上正在运行的所有的一个命令，啊，所有的配置文件，那怎么办？这条命令 Display Current Config， 注意啊 ，Display Current Config，Current 叫当前嘛，那么 Current Configuration 就叫做当前配置。这个东西就是你正在使用的所有的配置，有一些配置呢是系统默认会给你的，那么有一些配置呢是你配置上去的，比如说啊，看在 Current Config 这个模式下啊，我们调整这个，看这儿啊，我们用的是 Current Config， 这里边依然有 sysname R01 这条命令，啊，这个是你配置过的，剩下有很多东西啊，其实你没配置过。那么对于这个 Clock Time Zone 啊，这个地方我们会显示出来，北京啊，东八区啊，这个会显示出来。好了，这是我们配置过的东西，对吧？啊，这个东西可以有显示啊，这个叫做 Display Current Configuration 啊，有一些厂商的设备呢，这个叫做 Running Config 啊，它其实是一样的。好，这个是我们所说到的 Display 的 Current Config。最后一个啊，我给大家一个显示就可以了，大家最好没事不要试它，特别是在一些正在运行的设备啊，千万不要去校验这个东西，叫做诊断信息 ，Display 诊断信息啊 ，Dynamic Information。回车以后，你会发现它根本不会停，就一直在这儿刷呀刷呀刷呀刷，然后它出来的好多东西呢，其实我们都看不懂的啊。那么我们直接 Ctrl C 把它停掉啊 ，Ctrl C 把它停掉就 OK 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有一些东西呢，我们还简单的能看懂，但是有一些东西啊，我们真的是看不懂啊。我反正是看不懂，啊，有很多玩意儿。你像这个，啊，你像这里面写了什么东西啊？每个板子上面的版本号是多少？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我们是看不懂的啊。这些东西只有厂商能够看得懂，我们看懂也没用，我们也调不了它。好，啊，那么这个命令啊，注意这个命令呢，千万不要没事的去用它就好了。这是我们的信息查询或者叫做状态显示命令啊，所有的显示命令都以 display 开头。再往下看，我们看到了一些文件操作啊，作为一个系统，那么它一定要有一定的文件操作能力，因为无论如何，系统要启动吧，系统要有启动文件吧，要有系统文件吧，然后我们的配置也要存储的。你配置完了以后，你不能说这个配置不保存吧？那你一定要保存，万一哪天被重启了，或者万一哪天断了电，对吧？你的配置应该还在，可能时间不对了。
所以说这些东西都需要以文件的形式存储在我们的交换机里面，或者说存储在我们的路由器里面。那说存在那个路由器到底存在哪个地方呢？我们不管是交换机也好，路由器也好，防火墙也好，大部分的或者说绝大部分的网络设备自己都会带一个存储的一个芯片或者说是 Flash 芯片。你可以认为呢，就是一个 U 盘的那个存储的那个芯片它直接把这个东西焊到上面去了，是 Flash 的。然后你所有的文件操作都可以存到那个设备上去我们的模拟器上呢给出的 Flash 默认应该是1个 G 的然后现实的设备中呢，这个东西你可以选择你比如说你可以买一个小一点的，比如说500多兆的或者256兆的都可以买那它速度应该会比我们普通的 U 盘快一些。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够，你可以加，甚至于你像 AR 系列的这个路由器，对吧？它有 USB 口，我们昨天看到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个有 USB 口有这个插 TF 卡的这个位置这些地方都是可以用来帮你去扩展你的存储空间的就像我们现在的手机一样，对吧？我记得早先的手机呢是内存非常小，对吧？就是可能几百兆的一个内存，然后刷了一个系统以后呢，就剩个100-200兆了，也存不了什么东西。但是早先的手机呢，都会给你一个扩展存储卡。那你说你不买那个 TF 存储卡能用吗？这个手机当然能用，但是装不了什么软件嘛，对吧？然后你装一个存储卡，然后照片什么视频软件什么聊天记录都可以存到那个存储卡上去。那么现在呢，慢慢的这个可能也是一些厂商特别是苹果所致那么慢慢的呢，这个手机的内置存储越来越大。比如说呢，前2天呢，我家人买了一个这个手机那么这个手机呢内置了32G 的存储空间。然后呢，基本上呢，如果不是一个重度手机用户的话，基本上就够用了，对吧？那么我们呢，在这里边你会发现32G 的这个手机存储空间呢，它大概呢可用的空间呢大概是28个 G 左右它有4G 的内容是不让你用的，其实就装了系统。然后剩下的这些东西你照个照片什么听个音乐这都是没问题的。然后呢，这种手机呢，有的支持扩展存储卡，有的不支持扩展存储卡，比如说苹果就不支持所以我觉得苹果挺黑的这个有点黑苹果的意思这段可以掐掉。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接着来说那么无论如何，在你的这个文件操作在你的设备上有了一些存储设备以后，那么你的配置文件或者说一些其他的系统的东西都是要存储在这里边的。在存储的时候，你就涉及到了一个文件的操作。由于我们的路由器呢，大部分的情况下，路由器和交换机给出的是命令行，它不像我们的 Windows 一样建2个文件夹，啪往过一拽，是吧？这个就过去了，它没那么简单。那么手机上呢，其实在移动存储的时候也是有一些软件，对吧？把这几个文件夹点上勾，然后把它移动到哪儿，然后它就过去了。那么所以说，在我们的设备上面做文件的操作还是相对比较麻烦的。相对来说是比较麻烦的，你要记一系列的命令。当然这些命令其实我觉得有几个就够，比如说如何拷贝，如何删除，如何重命名就差不多了。那么这几条命令跟 Windows 下的命令都基本一致，所以说呢，这个也不用大家特别费心的就用过 Windows 命令行，基本上就都知道这个东西该怎么做。如果你真的没用过，你简单记忆一下就可以了。分别是这样几个命令我们先不看第一个，先看第二个。第二个叫 copy， 就是拷贝文件的命令，把一个文件复制一份，复制到别的地方去。第二个叫做移动文件，叫做 move， 就是把这个 copy 就是 Windows 里面的复制粘贴复制加粘贴这个 move 是什么呢？ move 是 Windows 里边的相当于是剪切加粘贴，就是把原来那个删掉拿到新的地方去这个叫做 move。然后 rename，重命名这个好理解。你一个文件名太长了，我不好敲，对吧？不好认，那么我给它随便起一个别的名字，这个可以。delete 这个叫做删除，这个也好理解。但是要注意一点的是，这个 delete 并不是彻底删除，或者说物理上的删除，而是什么呢？就相当于你在 Windows 里面拿右键单击一个文件，然后选择删除一样，它会删到那个回收站里。在回收站里你是不是可以还原所以说有一条还原文件的命令叫做 undelete 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你可以把那个文件从回收站里再还原。那什么时候就不能还原了？清空回收站，就是这条命令 reset recycle bin。这个命令是清空这个设备的回收站啊！别看我们的路由器是吧？这个能力不强，文件操作挺麻烦，但是人家也有回收站啊，你也可以去操作这个回收站里面的东西。注意 delete 不是删除啊，不是释放空间，那么你必须清空回收站才可以。好，最后我们来说第一个命令 more 这个命令呢，它是一个类 Unix 下的一个命令。那么对于类 Unix 的主机呢，如果你想看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呢，你可以通过 more 后面加上这个文件名的方式将其显示出来。那么这个东西你能不能看得懂，计算机就不管了。什么意思呢？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会用 more 这个命令去看文本文档，就是纯文本记录的，我们可以用 more 来看，你是看得懂的。啊，比如说我们随便打开一个 txt 啊，那么你看一段文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说 txt 可以打开一些普通的二进制命令二进制文件吗？当然可以。但是你打开了以后，你看得懂吗？那里面都是机器码啊，你看不懂啊，跟 more 是一样的啊，跟 more 是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 more 啊，我们基本上很少用得到啊，特别是在我们网络工程师这个层次很少用到，系统工程师经常会用。好，这个是我们所说的文件操作。那么对于文件操作来说，有了文件就一定有另外一个东西，另外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在 Windows 里叫文件夹，在我们这儿或者说在绝大多数的操作系统内容里面，我们都应该称之为目录啊。除了文件操作，还有目录的操作。首先第一个命令 pwd 是什么呢？显示你现在的目录路径是什么，就是你当前在哪个目录下。cd 啊，这个跟 Windows 也差不多 ，cd 就是更改目录啊，改变目录。然后 dir 列出目录中的文件数，这个其实也跟 Windows 差不多了。然后下面这两个，一个叫做 makedir 啊 mkdir， 这个叫做创建一个目录，或者说就是新建文件夹啊，相当于这个 rmdir 是删除一个目录，就是删除这个文件夹。但是要注意一点的是 ，rmdir 这条命令必须在什么情况下用呢？必须是你的目录底下什么文件都没有的情况下，一个空目录你才能用这条命令删除。啊，记住，空目录才能用这条命令删除，叫删除目录。好，其实呢，对于设备来说啊，或者对于我们的网络设备来说，它呢操作系统里面它也有一个根，它不会像 Windows 一样有 C 盘、有 D 盘、有 E 盘，它不会有，它只有一个盘。那个盘呢，一般的情况下叫 Flash。如果你真的给它外接了一个 U 盘，那么它会以 USB 什么什么东西方式显示啊。但是我们现在呢，一般也不会去接它啊，所以说呢，这个啊就主要是在 Flash 里面的一些操作。这个呢是我们看到的目录操作。下边我们来看一个这个命令，这两个命令存储设备的操作。这两条命令介绍是在这儿要介绍的，但是不建议大家没事去用它。甚至于我可以给大家的建议是，如果你能不用这两条命令，你就千万不要用这两条命令。为什么？因为这两条命令，第一个大家一看就明白 format， 这意味着你要把你的存储空间全都格式化掉。格式化存储空间意味着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而且连回收站都没有了，你恢复都恢复不了，基本上。啊，通常情况下啊，一般人是很难恢复这个 format 的 format 以后的这个盘的。所以说 format 这条命令啊，不到万不得已，尽量是能不用它，尽量不要用它。这是 format 这条这个命令。第二个 fix disk， 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修复文件系统异常的。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文件系统就是 Flash 里面啊，或者说我的文件系统里面，我的 U 盘啊插到上面去以后，明明还有一部分空间，但是呢，系统呢就是写不进去数据或者读不出来。这个时候呢，有可能用这个东西会生效，但是有可能用了这条命令以后，不仅不生效，还把你那个 U 盘给你搞坏，然后你再插到电脑上，就发现那个 U 盘变成了没有格式化，是否格式化。所以说这两条命令在我的经验中，我是不推荐大家使用的，啊，这一点大家要记住，知道有这么个功能，能用吗？能用，但是我尽量不推荐大家使用这个东西。
好了，这个是存储设备的操作。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设备上如何去操作这个东西。好，我们还拿这个路由器为例啊，我们还以这个路由器为例，所有的文件操作的命令必须在用户模式下完成。记住啊，所有的文件操作基本上都在用户模式下完成。比如说第一个命令 dir，dir 完了以后，你打问号，你可以看到，哎，它会有一个斜杠奥，或者是 flash， 或者是一个存储的路径啊。那么我们这儿呢，一般这只有自己的存储的这个系统的时候，就是 flash 冒号回车。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哎，目录是 flash 根目录下，这个 flash 是盘符嘛，相当于，然后这个斜杠是根啊，在 flash 下边有这样4个东西啊，这个是文件名，这个是名字啊，有2个叫点 .zip 的，有一个叫 EFS 的，有一个叫 DHCP 的。然后注意看前边的这段，如果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第一个字母是 D 的话，那么说明这是一个目录啊，或者说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文件夹，对吧？它事实上是个目录。那么如果没有 D， 只有 RW 叫做可读和可写，就是你可以对它进行操作。然后看，只有文件才有这个文件大小，而对于目录来说是没有大小的。后面的这个呢，就是你的这个创建的时间啊，你就不用管它了。下边看，这是多少个 KB 啊，多少个字节，单位是 KB， 那么这就是兆。到这儿啊，就是 G， 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的模拟器呢是默认给了1 G 的存储空间，然后用了多少没说，但是它告诉你还有783兆多可用。看783后面是3个数量级，然后 K 是不是等于783兆啊？783兆多上下吧，啊还是可用的。也就是说呢，你用了多少啊？这个里面就一目了然了。好，然后我们再来看，那么我现在在哪个目录下呢？就是我当前操作是什么呢 ？pwd。注意，这条命令 pwd 可以告诉你当前所处的目录。我们来看 pwd， 然后告诉你现在在 flash 根目录下，就是你就在这个位置上，你可以看到这4个。那么我想切换，说这儿有一个文件夹或者有一个目录叫做 DHCP， 那么就好 cd DHCP 回车。没有任何提示，但是这个时候你再打 pwd， 你会发现，哎，它会告诉你你现在的当前路径是 flash 下的 DHCP， 然后我们再写 dir，OK， 在 DHCP 下有这么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txt 的，然后啊它的大小是98个字节，叫这个名字。然后还记得这条命令吧 ？more 啊，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很少用得到啊。如果是一个文本文档，你可以把它 more 出来看。好，我们来看一下 more， 然后你直接写上这个路径啊，就是当前的这个文件名，复制，并且粘贴，回车。哎，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哎，它这里面记录的是华为 DHCP DUID 啊，什么 version 1啊，什么 LL 啊 end 呀等等，这个我们是能看懂的，对吧？啊，这个是个文本文档，它是 TXT 嘛。好。那么我想回到那个 Flash 的根目录下去怎么办啊 ？CD 点点是不能用啊，能用的啊 ，CD 点点现在是能用的。好，再打 pwd 啊，就跟 Windows 一样，点点相当于上级路径啊，你 CD 点点那就回去了。现在是 Flash 下了，你 dir 你再看啊，是不是有这些东西啊？好，然后我们回到这儿以后，我们再 more 一个，你说这个玩意儿我想看一下，好 ，tate 啊，这个东西。哎，他会告诉你，哎，我这个记录了一个命令啊，记录了这么一个东西，哎，这个也能看 ，OK， 没问题啊。我们再来看一个，啊 ，more 什么呢 ？SSL VPN， 这个你就看不懂喽。看，它就各种乱码啊，这个就是乱码了啊，这就是乱码了。但是呢，看这条命令啊 ，mode 是 SSL VPN 点 zip， 啊，这个你就看不懂了。所以说呢，不是所有的东西你都拿 mode 可以看得到。啊，那么我们也就不看它了。好，这个是我们所说的 more 这条命令，以及呢文件目录操作里面的 pwd 和 cd 还有 dir 这3条命令。那么下边我们来看什么呢？下面我们来看 copy、move、rename 和 delete 这几条命令。
首先我们第一个命令来看 copy。好，那么首先呢，我要把这个我们找一个小点的文件啊，我们找这个吧，啊，这个 portalpage.zip 这个文件，我们把这个文件呢拷贝一份，拷贝一份呢，它不叫 portalpage.zip 了，我们叫它1.zip， 那么就是 copy 当前路径下的这个 portal.zip， 然后这是源，注意把谁拷贝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当前路径下，就不用写任何路径了。然后我们叫它1.zip， 回车，他会问你是否继续呢 ？Yes。好，这个是一个读数啊，就是百分比的一个读数，拷贝完了，然后 dir，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多了这么一个1.zip 的文件，那么这个文件大小和这个 portal.zip 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命令就是 copy。你可以把一个东西拷贝成另外一个。好了，下面我需要发现我弄错了，啊，我应该把这个东西归到一个目录里面去。那么好，我们来看，建立一个目录 mkdir， 起这个目录的名字，你这个目录叫什么？叫tt， 然后你再 dir， 你会发现多了一个叫 tt 的东西，它的前面有一个 d， 这个说明是个目录。然后我要把这个挪动进去，就是说我这个1.zip 呀不能在这儿显示了，不能在根目录下了，要把它放到这个 tt 这个目录下。那怎么办呢？你在这儿你不可能说是拽一下了，对吧？那要写一个 move 移动，叫做剪切啊 1.zip 到哪儿呢？到 tt 下的1.zip。 Yes。好，看这条命令啊 ，move 1.zip 把这个文件移动到哪儿呢？这个目录下的这个文件名，那么就移动进去了。好，我们来看 dir flash /tt， 看 tt 下面有什么啊？看 tt 下面有什么啊？这要找一个斜杠。好看 flash 下的 tt 下面有一个1.zip 的文件，啊，有一个1.zip 的文件。那么这里面我们说了 copy， 说了 move， 啊，然后还顺带说了一个 make dir。好，我们进去 cd tt。现在呢，我们当前目录就是这个 tt 这个目录了。我要把这个 1.zip 改成 100.zip， rename 1.zip。把这个改成 100.zip。 Yes。 好，这个时候 1.zip 变成 100.zip， 但是文件大小不变。那这个是 rename。 然后我们删除，我要把这个文件删除怎么办？ del 啊 delete 100.zip， 回车 Yes。 但是你删除完了以后，你看 dir， 哎，果然这个文件名，这个文件夹或者说这个目录里面没有任何文件了，但是注意 dir-all， 你会发现这儿有这个文件。注意啊，你 dir 看到的是可用的，就是没有被删除的文件。而如果你写 dir-all， 你可以看到什么呢？当前目录下被删除的文件都有哪些？你也可以看到。啊，注意这个点上是这样的。100.zip 被删除了，所以说它被括弧给括起来了，这就是告诉你这是一个被删除了的，或者说被放到回收站里的文件。如果你想删除它，你要 reset recycle bin； 如果你想恢复它 undelete 100.zip。 Yes。 这个时候你再 dir， 你看它就回来了。啊，其实就是相当于从回收站给收回来了。啊。好，我们来 cd 点点，我们将目录切换回根目录下，就是 flash 根目录下。然后我们说我想把这个 tt 这个文件夹整个删掉，或者把这个目录整个移除了 ，rmdir tt yes。然后它在移除，然后告诉你这个路径不是一个空路径，就是说这个路径里面有东西，所以不让你删除。你看它还在。好，我们 cd tt 进去。好，我们 delete 100.zip。
点 zip，yes。这个时候你再 dir， 你发现哎这里面没有文件了，我们 cd 点点退到这个 Flash 根目录下，这个时候你再写 rmdir tt， 它能把这个文件夹删掉吗？哎，删掉了。那么那个被标志到回收站里边的100点 zip 那个文件哪儿去了呢？同时被删掉了。同时被删掉了。注意啊，这是一种删掉东西的方法，但是这个东西啊，不建议大家这么用。那么，如果你真的想把那个东西删掉，还是要去做一下 reset recycle bin 这条命令。啊，这个时候因为你的回收站里面没有东西了嘛，啊，所以说这个就不存在了。好，这是我们这一个部分目录操作以及文件操作。